没有醉走啊！你完全没有反应给大哥。不是我一开始打偏，你都中拳了，大哥。不行，我等下往你打，你不要醉走。太快了，来不及打。我有在保护他，尽可能。再一次，不卡再来。不卡再来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先生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的招法解析系列。那这个系列之后，或许我还在想啊，之后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定期更新的系列，但是频率跟怎么更新还要让我再想一想。之后想好会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要讲哪一招呢？今天要讲的也是八极拳里面一个很著名的招式，它叫小缠。啊，原型长这样子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它也相对有名啦，它通常被拿来当做一个反关节的使用，跟招法里面的一个擒拿的应用的一个逻辑来操作给大家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跟各位分享关于小缠这招的2个用法，跟2个我觉得有趣的小细节。那一样话说在前面哈，这是解析，所以它不是教学。你不能预期你看完这个就变成小缠高手，我是反关节高手，不可能啊！你也不要再问我说什么、为什么要这样不这样不那样，我就这样练这样用，好不好？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看下去。好，小缠的第一种用法呢，也是你在外面比较常见到的，比较普罗大众会示范的用法啦。这个用法呢还蛮单纯的，当对方他抓你的手的时候。请记住一个重点，右手抓右手的时候，这时候呢搭他的手，然后你的手掌反切他的腕关节，把腰胯拧转过来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把腰胯拧转过来的时候，你不用把手凹得很用力，它就会自己蹲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反关节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你只要切对角度，用你的腰胯下放的力量，其实对方如果不跟着倒，他的手一定会断。那你在外面呢，有可能会看到有一种示范，他会这样做，就一样是这样搭着，他抓你的手，然后搭他的手，接下来他会很用力的想要把手往外翻，然后切下去，这样可不可以做反关节？可以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他没有弯下去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在配合我哦，因为如果你只是用手力抗他的手力，你去想一件事情，我的手一条手，他的手也是一条手，手力抗手力，我有没有可能一定占优势？不太可能，所以小缠没有这么肤浅。小缠的重点呢，这个缠字是周身缠劲的意思，你要用你的全身的力量去缠他的手，所以他抓你的手，翻胯，用你全身的力量缠下去，这不是靠手力，这是靠我的腰胯劲，这才是小缠真正的内涵。好，这时候就会有人说了，老师不对啊，谁会在打架的时候傻傻的右手抓你的右手，然后还让你这样去缠他？谁会这样做？问得好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小缠这个动作呢，我认为它真正的价值呢，不是在让你在实战中一定要做到100%这么标准的小缠的动作去反关节。我认为它真正的价值呢，是让你在这个操练的过程中，你知道了这个反关节的感觉，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？不一定。你已经知道人体有这种可能性之后，你可以在别的情况，比如说我今天随便一个肘打他，因为我知道了反关节的样子、反关节的感觉跟换胯的感觉，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糅合在我平常的交战的过程之中，可以自然而然的使出一种反关节的技巧。这个呢，是我认为小缠的价值所在。好，现在跟各位分享小缠的第2种用法。前面讲的是反关节，无论如何，反关节都需要相对多的前提才能够达成，才能够使用出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小缠这道效益未免也太低了吧？所以呢，第2种用法呢，我们不反关节。第2种用法呢，我们会预设在敌方攻击我之后，我被动的反击的使用方法。在这个用法里面呢，就没有反关节了。我们先操作一次给各位看，你打来。在这个用法里面呢，我没有要等他抓我的手，而是我预设他的拳头来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小缠这个缠劲的翻胯的感觉，把对方的拳给破开。破开之后呢，如果你还记得套路后面有一个撞锤，用撞锤攻击，所以他如果做得很顺的话，他可以是这样子，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。好，这时候就会有人说，老师不对啊，这一下你看到他拳头来。然后我这样架开，然后打进去，他有没有可能坠肘偏开我的拳？有，绝对有可能。可是如果你去想套路里面这一下后面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冲锤，那他如果做起来会是这样子，你打来。
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原本的套路啊就已经设计好了很基本的应对方法，照着练，把它练熟练通，就能处理很多程度上的问题。那当然，你说啊，双方功夫很好，他还能再往下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，那是功夫好之后的事情了。那以上是第2种小禅的使用方法，分享给大家。接着跟各位分享的呢是小禅这个动作的一些小问题啦。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它真的不是跺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外形上面看起来有一个跺脚换步的动作。那很多人在打套路的时候，不管打快打慢，也都会很强调跺脚的那一下。但如果我前面讲的内容你有听懂的话，你应该会知道，这个禅呐是全身的禅劲，小禅的禅是全身的禅劲。那个跺步的声音呢，其实只是全身的力量整合之后，重心自然下放的声响而已。所以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这个动作的重点呢，不是很用力踩地啊，把瓷砖踩爆还是怎样，都不是。这个问题的重点呢，是你能不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用全身带动禅劲跟重心的变化。练拳不是神打，不用比谁踩地砖踩的最用力啊。再来跟各位分享的呢，是一个我自己在练的时候会很注重的东西啦。小禅这个动作啊，在外形上看起来，在禅完之后会有一个撞肘的动作。那这个撞肘的动作呢，看起来就是一手搭一手，然后往前弓步出拳而已嘛。很多人在练的时候看起来也就只是摆一摆，没有太在意这个动作。但是我自己在练的时候啊，我会很在意这件事情。这个弓步出拳的动作啊，你如果把这只手拿掉啊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其实就是一个拗步锤。那人人都会说八极拳脱枪化拳，有多少人会发现这一个拗步锤其实也是扎枪的结构，其实也是出枪的结构。所以我自己在练的时候啊，我会特别强调推枪的感觉。换胯换完了，我会想象我手上真的拿着一杆大枪，然后慢慢的用我的后脚往前推，前手往前撑的力量，把我的拳头推满，然后把我的弓步也撑大撑满。像这种可以呼应基本功的动作啊，无论在何时练，我认为都是不可以马虎的。这个分享给大家参考。好，感谢各位看到这边，这是我们今天关于小禅的分享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不能说古人的编排的套路啊，只有单一的一种死板的用法。但是呢，你又很难完全去否认，以前的人还真的有一些他的智慧在里面。很多东西你照着练，就会有一定的效果，其实已经可以处理很多的问题。更多我看到现在的人去批评这些武术的一些东西啊，其实只是建立于他们根本没有把东西练得够深刻而已。你没有练得够深，没有练透，你当然会对它里面有很多不能想象的、不能理解的地方。很多时候你把功夫放进去了，你就理解哦，这东西没有很难，就这么单纯。好，感谢各位看到这边，老实练拳，认真度日，我们不玩待续。练习场的开课资讯呢，已经公告在我的各大平台上面了。对八极拳或者是武术有兴趣，想要深入了解跟学习的朋友呢，可以透过那些资讯来跟我做联系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实体练习，没有办法跟我实体学拳，但是你却还是想要持续支持我产出好内容呢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，每个月只要75块钱，我也会尽力安排一些只有会员才有的福利给大家。老实练拳，认真度日，我们江湖再见。好，开始。下个，这个等好久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问你啊？为什么是问我啊？为什么是问我啊？好，开始。我只是要知道身体。你升点制造太大力了，破坏了自己。升点制造，我刚刚讲什么？认真读，我们再去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白痴。为什么地板金师傅这地板很滑。等一下。那个，因为桌子太没用了，所以你最后那一卡不知道要不要重拍？不用吧，不用吧。等一下看一下，咖啡色的到处都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地板太滑了。像这种磨石之地啊，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拿来示范招式的动作啦。我必须得说，我刚刚真的没有跌倒，我站得稳稳的，是桌子太没有用，是桌子的问题。桌子道歉，道歉啊，桌子。对不起。